随着近几日以军逐渐控制了加沙北部，以国防部呢再次发布了下一阶段的进攻计划，打算进军加沙南部，拔出南部的哈马斯据点，彻底根除这一威胁。那么接下来以军会如何做呢？下面跟大兵一起来看一下。就在11月18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在当天晚上，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联合举行的记者会上对外宣布，以军会继续在加沙地带严厉打击哈马斯成员，并计划很快对加沙地带南部展开地面行动。同时，加兰特还说到，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地面行动目前已进入第2阶段，哈马斯已经遭到沉重打击。同时，在当天早些时候，内塔尼亚胡的高级顾问雷格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呼吁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汉尤尼斯的居民撤离。而在此之前呢，在加沙北部，根据近期的战况显示，以军已经攻占了哈马斯控制的象征性建筑，也就是哈马斯位于加沙城的宪兵总部。此外呢，以军还称已经占领了加沙一座哈马斯用于生产和研发武器的工程学院大楼，以及另一处哈马斯院落，里面包含了训练基地、指挥中心、审讯室和拘留室等等，并且摧毁了这些重要标志性建筑物。同时，以军还占领了哈马斯一些关键战略设施，其中包括北部的港口码头，这些地方对哈马斯的海上活动至关重要。接下来一段时间里，以军将在北部继续搜查哈马斯人员的藏匿地点，以防止他们发动反扑。在这期间，为了清剿北部的哈马斯成员，以军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战法，也就是装甲分队前出，进行火力试探和火力歼灭。撤回之后再重复循环，效果非常不错。大兵推测呢，以军应该是想要靠长期围困和火力打击，持续削弱北部哈马斯的作战能力。毕竟哈马斯的持续作战能力肯定是不如以色列正规军的。至于以军为何要坚持对加沙南部发起进攻，则是为了彻底消灭哈马斯。对此，以色列退役将军阿米尔·阿维维认为，不夺取整个加沙地带，就不能真正的摧毁哈马斯。目前以色列方面认为，加沙南部呢也有哈马斯的成员和设施，特别是在汉尤尼斯市，该市被认为是这次袭击以色列的幕后策划之一，辛瓦尔的老巢。另外呢，也有西方官员向外透露，哈马斯的几名高级领导人也早就已经南下，部分人呢正藏匿在加沙南部汉尤尼斯市。毕竟截止目前，以军在北部发现的哈马斯高层并不多，而仅仅从消灭了多少哈马斯人员，其实意义并不大。重要的是擒贼先擒王，要彻底清除哈马斯的高层，才能彻底解决问题。以色列显然很清楚这一点。讲到这里，各位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呢，那就是近一段时间，以军对加沙北部的进攻中，击毙和俘虏的哈马斯人员只有数千人，但战前呢，哈马斯却宣称有数万主力，那么剩下的人员去哪儿了？根据此前呢，以色列国防军所公布的数据，在地面战之前，以军在以境内肃清的哈马斯人员大约有2000人。后来地面战开始后，在加沙北部击毙俘虏的哈马斯人员大约是4000人，而这加一起呢，也就是6000人。要知道，在加沙北部，由于这里靠近以色列，是哈马斯长期苦心经营的核心区域，本应该是集中了哈马斯的主要力量，而哈马斯的武装力量主要是下属的军事组织卡桑旅。不过，虽然宣称是旅，大兵看来呢，却并不是正规的旅级单位，具体人数说法不一啊，从5000人到3万人不等，而且没有制式的武器装备，就连制式的军装军衔都没有，因此并不能按照正规军队的编制来推算兵力。另外，哈马斯的很多成员平时并不在军事单位中生活训练，只有在进行行动时才拿起武器参加。真正的精英作战人员呢，估计也就5000人左右，有点乌合之众的味道。在上风的时候呢，哈马斯成员可能会士气高涨，而一旦陷入劣势，立下的很多人员就会作鸟兽散。因此，在地面战阶段，哈马斯的4000人损失已经是非常大了，再加上现今还有一部分人员被封闭在北部的地道中，这部分的人员人数呢是很难统计的。而且还有很多哈马斯人员脱下军服，扔掉武器，混杂在平民中一起逃离了加沙北部。因此，战前哈马斯宣称的数万人水分很大。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即便加沙南部的哈马斯实力虽然比不上北部，但以军想要在短时间内攻占，依旧面临着一些困难。
首先，从军事上来说，未来以军在加沙南部的军事行动很可能会减少空中轰炸的幅度，地面战斗会更多一些。而这种情况下呢，以军的损失可能会增加。另外，根据西方媒体的报道，相较于加沙北部城内和城郊的地道，哈马斯在南部的汉尤尼斯和拉法口岸有着更多的地道防御系统和城内的复杂建筑群，构成了一个十分严密的综合防御网络。因此，未来以军想要扫平南部的哈马斯，依旧要花费大力气。据了解，南部的地道大多数是修建在地下30米左右，宽度不到1米，只能允许1个人通过，而且里面的岔道四通八达，像迷宫一样。不熟悉地形的人进去恐怕很难找对方向。这些地道网络能被哈马斯用于运送人员、物资以及储存弹药等。除此之外呢，哈马斯还能借助这些地道躲避以色列无人机侦察，可以有效抵消以国防军在技术和情报方面的优势，并且放大巷战的难度。显然，地道的存在有助于加强南部哈马斯有生力量的生存能力，使得以军在进入之前确实要慎重考虑。毕竟，地道的优势就是可以躲避大多数常规打击，地下数十米深度的地道可以有效地应对普通航弹、榴弹炮的轰炸。根据在北部的作战经验，虽然以军曾试图用钻地弹和真空弹去轰炸这些地道，但却面临着很多难题。首先，以军并不清楚这些地道系统的结构和位置分布，因此无法有针对性的集中攻击。其次呢，上面大兵也说了，哈马斯将大部分地道都修建在了30米以下的粘土层中，并用钢筋混凝土、板材或者预制件进行了加固。也就是说，那些普通的弹药根本无法轻易地摧毁地道结构。如果采用大型钻地弹的话，又会面临使用成本昂贵的问题，因为想要将哈马斯的地道连根拔起，就只能采用地毯式轰炸，届时成本会高到难以接受。值得一提的是呢，其实早在2009年以军进行的驻迁行动和2014年的互认行动中，以军本来是有机会对哈马斯的地道系统实施毁灭性打击，但并没有这么做。原因在于当时哈马斯的地道系统还处于初创阶段，以军并没有将其视为威胁，只是将这些地道当成了哈马斯储存武器和弹药的地方。这样的观点呢，在当时引起了很多人的批评。显然，现实证明了以军错失了良机。目前，为了对南部发起地面进攻，以军在北部南边的6个据点内已经集结了大量部队。未来，这里将成为以军进攻南部的出发地。总结来说呢，虽然加沙南部的地道要比北部更加复杂，但是南部的哈马斯成员大概率没有一开始北部的多，因此以军攻占南部的进度很可能会更快一些。那么大家认为，相较于20多天攻占北部，接下来以军又需要多少天才能攻占加沙南部呢？欢迎在评论区内留言讨论。如果视频中有出错的地方，也欢迎各位指正。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咱们下期再见。